说到女仆，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女仆咖啡店里面的店员，还是日本动漫当中的角色呢？你知道吗？其实，在200多年前的英国，女仆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职业，只不过跟我们现在对女仆的想象天差地远。究竟那个时候的女仆都长什么样子？而这份工作实际上是在做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19到20世纪的英国女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女仆是英国15到20岁的女性最普遍的就业选择，大约每3人就有1人是女仆，总人数曾经高达了100万人。而现在说到女仆我们很容易想到动漫作品当中她们打扮可爱跟主人打打闹闹的样子，但实际上在19世纪的英国当女仆就完全称不上是梦幻职业。今天的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窥探一下女仆这个已经不太存在的神秘职业，以及她们究竟都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吧。不过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天气爆热，总是待在家不想出门吗？今天分享的 Vana Candles 香氛将会让你的居家质感大增。Vana Candles 是来自于瑞典的香氛品牌，他们的香氛蜡烛全都是瑞典制造，用独家技术严选6种植物蜡制成。而这一次我体验的都会岛屿暖灯组呢，灯座是台湾在地生产，非常难得。其中附赠的瑞典蜡烛是 Carta 瑞典香氛地图的 MAL 木质调的这个香气呢，搭上这个杜松、马鞭草、檀香还有皮革调，是很适合夏天不会太腻的香味，也很适合男生的居家空间。而 Carta 系列当中呢，也有其他舒服中性的味道，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哦。除此之外 ，Vana Candles 的包装还有制成都力求永续环保，蜡烛更是低温熔点，安全无毒。现在都会岛屿暖灯礼盒优惠价现省1000元，使用折扣码呢还能够再打85折。收藏更多的 Carta 蜡烛，加购价呢也只要690元哦。想要自用或买来送人吗？赶快点开资讯栏的链接来体验 Vana Candles 香氛蜡烛吧。简单来说，女仆是一个受到家庭单位雇佣，专门服侍主人并处理全家所有劳务的工作。在还没有洗衣机、洗碗机、瓦斯炉、热水器、吸尘器等用具的时代，女仆最基本的工作内容就是照顾主人全家从早到晚的生活起居，将室内的环境打扫干净，并处理各种随机出现的主管交办事项。实际的工作内容与状况会随着家庭的规模而有差异。例如，在上流贵族的豪宅当中呢，室内空间除了有数十个房间以及厨房、餐厅之外，还会有图书馆、礼拜堂、游戏室、育婴室、展示厅等等各种空间要处理跟照顾。而在豪宅工作的这个所有仆役呢，人数加起来可能高达了300人，还会有明确的这个管理体系以及非常专业化的分工。而在普通的中产家庭当中呢，大约1到2个女仆就能够照顾全家。当时由于工业革命爆发，社会里面的中产阶级家庭数量激增，而这些中产家庭呢，都想要跟上流社会一样过着受人服侍的贵族生活，所以只要有钱，大家就会迫不及待的雇请这个仆人来家里做事，即使呢只雇得起1个人也无所谓。不过因为雇佣男仆要缴税有些人家呢请不起，于是呢工资更便宜又不用缴税的女仆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替代方案，而社会当中的女仆数量就这样子变得越来越多。不过虽然女仆的需求激增但是要进到别人家里面当女仆还是需要一些管道的。在那个年代，要进入别人家中当女仆，最主要的方法呢，还是要靠人介绍。有些女孩子从小的时候开始，会先在家里面附近的店家做一些简单的劳力工作，累积经验。大约到了13到15岁时，能够正式出社会的时候，就能够被转接到有钱人家里做女仆。或者当时呢，也有所谓的女仆学校，女孩们在里面学习基础技能之后，仰赖学校在毕业后介绍出路。而相对来说，想要雇佣女仆的家庭呢，也会在报章杂志里面看到广告，或者是联合整个乡村举办雇佣市集提供劳资双方一个媒合的机会。那么进入这个女仆职场之后，他们的职涯又会怎么发展呢？女仆的职涯发展方向呢，大致有2条路一是趁着年轻时努力赚钱存钱，年纪到了就回家乡结婚退出职场；二是专注于女仆的工作，不断的力争上游，爬到上流的这个家庭当中，而女仆地位的顶点呢，成为这个女管家。那说到地位在女仆人数动辄上百人的豪宅里面呢，女仆之间的阶级非常的森严，他们会依照职权还有跟主人亲近的程度，大致分成女管家、上级女仆以及下级女仆3种阶级。而在金字塔顶端的女管家呢，
呢，通常都是在家里面服务的最久，或是工作经验累积的最多的人。他是所有女仆的主管，负责教育训练，并且发派工作。除了厨房的这个工作人员跟贴身侍从之外的仆役呢，都要听他的话。通常已经爬到女管家位子的人呢，几乎就会在主人家中待一辈子，成为类似半个家人的角色。而上级女仆通常指的是夫人的贴身侍从，或者是小孩的保姆。他们需要比较专业的工作能力，例如能够得体的接待客人，进行桌边的用餐服务，或者是照顾婴幼儿等等。有的时候呢，更需要长得好看或具备天生的时尚眼光等等的条件。上级女仆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跟主人生活在一起，又直接受到女主人指挥，所以吃饭的时候呢，会有优先权哦，居住的空间也会比较好。不过能够爬上去的女仆毕竟还是少数，人数最多的下级女仆其实都过着相当辛苦的生活。下级女仆通常指的是洗碗啊、洗衣与家事女仆，她们的工作最不需要经验，在家里的地位啊还有工资最低，但同时工作也最粗重，也最辛苦。而她们的工作待遇呢，即使是用过去的眼光来看，也都算是蛮差的。她们每天呢都需要从6点半起床，然后晚上11点的时候睡觉，中间除了吃饭之外的时间都在工作。每天的工时基本上呢是15个小时起跳，而什么时候能够休假要看主人的心情，可能是每2周或者是每个月才会有半天或全天的休假。而固定的外出机会只有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那至于薪水呢，基本上是外面普通工作的一半，也是家中男仆薪水的一半。有的时候外出跑腿啊，赚到的一点点小费或是佣金，对于女仆们来说也都非常珍贵。此外，虽然女仆这个工作有包吃做，但即使呢是在豪宅里面工作，女仆们的这个伙食啊，还有房间也都很困难。通常呢就是吃一些面包与剩菜，好几个人一起睡在阁楼或者是地下室的房间。那幸好，即使工时这么长又这么累哦，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小确幸的。在豪宅服务的女仆们呢，偶尔在大派对结束之后，会有机会在厨房吃到法国主厨制作的高级料理的剩菜，或者呢，如果主人家里面有酿酒厂，那么仆人们通常就会有啤酒喝到饱的特殊待遇。而此外，许多女仆们呢也沉迷于言情小说，常常忙里偷闲呢，幻想一些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当做心灵的慰藉。只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真的跟贵族男性修成正果的女仆少之又少，反而遭到家里的男主人啊、少爷或者是男总管单方面性骚扰的案例还比较多，而性骚扰也只是女仆这份工作其中一个有苦难言的地方。事实上，女仆也是有职业病的哦，比如每天呢跪着打扫、擦地的这个家事女仆，很容易得到女仆烯，也就是退化性膝关节炎。而每天把手泡在肥皂啊、醋、小苏打等洗剂里面的洗碗女仆呢，则很容易双手皲裂、刺透，甚至不小心伤口感染，引发败血症。但女仆们就算受伤了，也很少被允许休息。当时社会的劳权、人权的观念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再加上女仆呢都是来自于劳动阶级、贫穷人家的小孩，在重视社会地位的英国家庭里面，女仆们的劳力、自由还有隐私都严重的被压榨。偏偏女仆又是个靠人脉介绍的工作，所以在主人家里面呢，他们就算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或者像前面提到的被性骚扰，也很难真的跳出来反抗。而等到劳权意识抬头，女仆这种职业也早已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的式微。那他们慢慢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呢？19世纪后半哦，英国的上流与底层因为许多原因，慢慢的一起往中间靠拢。一来呢，女权运动逐渐开始发展哦，英国也开始实施这个普及的教育，让女性能够读书上学，并在之后得到更多元的工作机会。再来，1战跟2战期间，因为男性都上战场打仗哦，促使许多女性取代男性投入就业市场。而2战过后，因为战争的损失，上流阶级逐渐崩溃，缩短了贵族跟中产的距离。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样化的职业选择。另外一方面，工业化持续的蓬勃发展呢，也促使了更多自动与半自动的家事工具被发明出来，解放了部分的家务劳动力。而女仆就在这样子的时代转变当中逐渐的消失，变成了呢几乎只出现在美国电影以及日本 ACG 文化当中的角色。那虽然现代的家庭里面已经不再有专门服侍老爷夫人的女仆角色哦，但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转变，那就是女仆的身影其实没有完全的消失在现代的社会当中。例如餐厅服务生啊、饭店服务员，其实都是女仆的变体，他们让客人利用花钱的方式，短暂享受变成这个贵族的感觉。连女仆咖啡厅也是日本在西化政策的时代，为了让民众能够体验贵族感而特别建造出来的环境。
那此外，我们也发现过去这个英国贵族的家中呢，女仆的同事、男管家到现在都还是全球富豪争相聘雇的职业。在英国，甚至有专门的管家雇佣公司与管家学校在训练人才，而他们的年薪可以高达台币500万元。这些雇主大多呢都不是英国人而是杜拜阿拉伯的这个皇宫贵族，或者是住在英国的外籍有钱人。他们雇佣管家除了依赖他们周到利落的办事态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其实也跟过去的上流阶级一样，是为了想要过着贵族般讲究的生活。那么今天的提问呢，就想来问大家如果你也是超级有钱人，你会想要在家里雇佣管家或是女仆替你打点一切的家务或杂事吗？ A 会有只动口不动手的贵族生活超赞， B 会有不管怎么样拥有女仆就是我的梦想， C 不会有家事给机器做就好了，还要管理员工好麻烦，D 不会人人平等指使别人的感觉好奇怪。一起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19世纪英国女仆的工作样貌。此外，还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全台不到100位的邮轮船员以及更多的神秘及大揭秘系的影片。那么今天的世纪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